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录一个系列，叫熟悉而陌生的经典。我们先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开始聊。前一段时间，我是先读了这个序上面的文字，同时呢，在我们的社区里边，我发了一个帖子。那天正好是农历3月初3，因为《兰亭集序》正好是发生在农历3月初3上巳节的一个聚会。这期节目里边，我们先聊3个话题，一个是《兰亭集序》为什么是熟悉而陌生的经典，第二个话题是《兰亭集序》是怎样产生的，第三个是《兰亭集序》是怎样成为经典的。好，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为什么说《兰亭集序》是熟悉而陌生的经典？我们不妨聚焦到3个词上面，熟悉、陌生和经典。熟悉很好理解，熟悉就是说人人都知道，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见过《兰亭集序》的。我想可能有人是在课本上，有人呢是在电视上，还有的人呢会去博物馆看到过展览，这个展览关于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兰亭集序》可能你都见过。那么我们再来看经典，什么叫经典？首先它是一个书法经典，只要是练书法，甚至好多人一说到书法作品，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王羲之，说到王羲之首先想到的是《兰亭集序》，它几乎成了一个代表作，或者是说代名词吧。毫无疑问，经典的影响力肯定是巨大的。从唐朝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都去临过兰亭集序。比如唐朝的时候，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等等都临过。宋朝的时候，米芾临过，当然还有其他人了。到宋末元初的时候，赵孟頫。到了明朝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高峰，比如我们知道的这个董其昌、文征明、唐寅，就是我们所说的唐伯虎，祝允明，我们所说的祝枝山等等，这些人都临过。到了现当代，也有很多很多的书法家临过，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沈尹默先生、启功先生临的这个《兰亭集序》，现在还是在有的地方你是能看得到的。就是普通人练书法，一些人也选择去临《兰亭集序》。为什么要临啊？临就是你向经典学习的过程，各方面的学习，它的章法、它的笔法等等等等。再说文学经典，要说到这个东晋的文学，这个《兰亭集序》你确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篇文章。有的时候当我们说到某个节日，你立刻会想到某个作品。比如说我们说到新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的那个。如果说到清明，很多人想到的是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那好，如果我们说到3月3日上巳节，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这篇《兰亭集序》。当然你也可能会想到杜甫的《丽人行》哈，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那也是经典，那是另外一篇经典。说到经典呢，我还想从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是围绕着《兰亭集序》的争议。这个争议呢，既包括文字上的，因为有不同的版本，也包括书法上的。曾经在某些时候，大家一度怀疑这个作品到底是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大家就想一想，如果说一个作品它不那么经典，影响力没那么大，它默默无闻，那也可能就没有人再去讨论它了。大家争议讨论，正是因为觉得它重要。关于它的争议，或者是说一些考证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交给学术界去做的事情，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不过说一个题外话，我觉得启功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兰亭帖考》，在我看来还是做的比较严谨，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我们说完了熟悉，说完了经典，现在来说陌生。陌生的话，我想大家如果说问这么几个问题，看能不能立马知道答案。比如说，对王羲之的认知，除了知道他是书圣以外，还有什么？比如说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他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等等等等。然后说到作品，除了《兰亭集序》以外，他还有哪些作品？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兰亭集序》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那么这么一个我们连真迹都看不到的作品，为什么它的影响这么大？然后还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见过《兰亭集序》，甚至很多人会背《兰亭集序》。那么我就问一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很多成语都来自于《兰亭集序》，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曲水流觞，还有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崇山峻岭，比如说我们说到丝竹管弦，还有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常用的放浪形骸、汇风合唱、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等等等等。这些成语其实是都来自于《兰亭集序》，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有的时候很有意思，有一些东西我们自以为对它很熟悉了，觉得看过很多遍。如果你再仔细看一看，你会发现这里边依然还有一些你原来不太知道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来读这个《兰亭集序》，从开始的永和9年一直到幸可乐也，这段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高兴。可是为什么接下来突然之间就悲伤了起来？就开始到了这个修断绥化，终期于尽，一直到后边来都非常非常悲伤。为什么这个情绪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诸如此类吧，不管过去对他是多么的熟悉，我们都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或者是没有想到的东西。那好，我们接下来谈论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兰亭集序》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兰亭集序》，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上面有好多涂改过的痕迹。比如说金枝是漆到悲服之间有划掉的地方，有改掉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象之是改过的，岂不痛哉，这个痛是改过的，还包括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有感于斯文，这都是改过的。还有加上去的字，原来就觉得是落下的，比如说你看崇山峻岭，这个崇山2个字是加上去的。还比如说很多字看起来都超乎寻常的小或者是扁，岁在癸丑，你看这个癸和丑2个字写的特别扁。这种涂改改就说明这是一个草稿。那是什么情况下的一个草稿呢？我们看文字知道，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那说明这是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是一共有40多个人的一个雅集，有的地方记载是参加聚会的有42个人，有的地方记载是41个人，总之吧，是40多个人。那么在这个聚会上有什么呢？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一觞，觞这就是酒嘛，喝酒的这个酒具叫觞。有酒有诗，而且确实是看到这个里边是明明白白的写的是列叙时人，录其所述，那就说明这个上面是大家是有人是做了诗的。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不再去深究到底是谁做了诗，然后有多少诗，因为这个序的这个名头远远超过了这个诗的名头。其实我们想想，什么叫序啊？
兰亭集序，兰亭集序，首先是要有诗，把诗集起来，为了介绍这些诗，然后有这么一个序，这个序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翻开一本书，打开封面之后，首先看到的会看到有序，然后有目录，然后再是正文。当然序作为一个文体的话，它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的序就是介绍书的一个序言，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兰亭集序，它其实是一个宴会上面的序。后来就是这个序发展到还有叫赠序，可能很多人中学学过的这个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这就是一篇赠序，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再说回来，在这么一个40多个人的聚会上面，有酒有诗，那么参加聚会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话呢，可以便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作品呈现的是这么一个状态。唐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孙过庭，他写过一本书谱，其实这是一个书法理论作品，这个里边就一一的点评了王羲之不同时期的一些作品。然后说到这个兰亭集序的时候，他用了4个字来形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它叫思意神超。大家想一想，就是那种状态，所以能写出一个这样的作品。其实很多时候艺术品它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一定之规的，当人在一种没有刻意为之，在人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下，可能会产生好作品。有的时候你刻意为之，未必能出好作品，这可能就是艺术，而不是技术。好，我们说完了《兰亭集序》里边我们看得到的东西，现在来说看不到的东西。首先来说，参加聚会的人中间有一个叫孙绰的人。孙绰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他的赋写得很好，也写很多诗。然后这个孙绰其实是写过一篇叫《3月3日兰亭诗序》，很多地方把它作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王羲之的这个兰亭集序的后序。什么叫后序呢？如果说有2篇序言，那么前面那个就是序，后边那个就叫后序。这个方面我马上能想到的例子，就是我们熟悉的宋朝的时候的词人李清照，她的丈夫赵明诚曾经编过一个《金石录》，然后这个《金石录》呢，赵明诚是为他写过一个《金石录序》的，是本身是有序言的。后来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开始整理这一批文物，整理完了之后又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就叫《金石录后序》。以后我们要有机会的话会来说这篇作品。好，说回这个孙绰的这篇序，这篇序很明显的是写的一个3月3日。从宋朝开始呢，大家也一直把它当作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后序。那么第二个我们现在不太注意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一觞一咏，那些咏的那些诗哪儿去了？其实是真的是有咏的诗的，而且被记载下来了。那天到底做了多少首诗？有的地方呢说是37首，有的地方呢说是41首。我这里呢根据这个陆钦立先生的他所编了一本书叫《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边确实是记的是37首，而且他明确的记了这个里边写了2首诗的一共有11个人，比如说有王羲之，比如说有谢安，这是我们熟悉的人物。然后写了1首诗的呢有15个人，这个里边就是王羲之的一些子侄辈。关于这些诗歌呢，我们回头讲到具体的内容的时候会涉及一些，这里也就不展开了。
好，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40多个人写的这么几十首诗没被大家记住？即使是有人记住，可能也只能记住王羲之或者是孙绰的个别诗里边的零星的句子。为什么？前一阵儿呢，我正好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有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兰亭聚会上面的这些诗歌之所以没被大家记住，是因为他们是玄言诗。这个观点我觉得没法说服我。所谓玄言诗呢，实际上是这个魏晋时候一种诗歌的流派，通常大家是在诗歌里边去谈一些玄理，比如说佛家的思想或者是老庄的思想，这个是一种诗歌流派吧。文学史上还是大家能记下来一些诗歌的，记下一些玄言诗的。所以我没有觉得是说因为你写了玄言诗就被大家忘记了，这个中间的逻辑是不太成立的。要知道这个序就是因为这些诗而来，你是为了这些诗而写的序，但是最后这个诗没有被大家记住，而序被大家记住了。我能想到的2个例子，一个是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其实在《滕王阁序》后边还附着一首滕王阁诗，这是王勃自己写的。而另外一个例子就更有意思了，就是李白曾经写过一个叫《春夜宴从弟桃花源序》，就是春天的时候跟自己家的那些堂弟们大家一块聚会。那这个上面也是他明确的是写了的，是写过诗的，就是大家要写诗，如果写不出来诗还要罚酒，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的。但是最后我们已经没有人去关心到底谁写了诗，以至于甚至都没有人关心李白到底写了诗没有，但是大家记住了这个序。所以其实我的理解呢，就是这种基于聚会的这种诗歌吧，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应酬。聚会本身很重要，大家来是干嘛的？大家来是为了聚会的，是为了尽兴，而不是说在这儿来大家要比赛炫技，要写出一个什么不朽的作品。你要是刻意从一开始就想自己要写个不朽的作品，未必能写一个。由于兰亭的这个聚会，所以3月3日这一天呢，也成了一个叫文化节日吧。后来很多的这个文人都会写到，比如说苏东坡就会写过一个，苏轼就会写过一首词，叫《满江红·东吴会流悲亭》。总之这个3月3日它就留存在我们的一个文化记忆中间吧，它成了一种文化节日。我们现在在聊另外一个问题，兰亭集序的那些超级粉丝们。我们知道王羲之留下来的作品远远不止兰亭集序这么一个，但是呢，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兰亭集序成了他最有名的作品。为什么呢？我理解这中间还是离不开好几个人的，而这好几个人呢，恰好又是位高权重的一些人，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能想到的第一个推崇王羲之的人是梁武帝萧衍。我们知道东晋过后，在中国的南方依次出现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我们管它叫南朝。其中南朝梁的梁武帝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至少在他的前期吧。他呢，从一个理论的高度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当然就排序谁第一、谁第二、第三，这个我们不展开细说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很多人小时候接触过一本蒙学的读物，叫《千字文》。过去经典的蒙学的几本书，300千嘛，其中有一个千就是指的是《千字文》。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当你翻开《千字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作者那块写的是南朝周兴嗣。其实这个周兴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南朝的梁的时代的人。如果我们再翻开梁书，
梁书就是关于梁的史书了。这中间看到周兴嗣的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列了周兴嗣的很多很多的作品，其中有一个就是赐运王羲之书千字，然后就没有别的详细的解释了。而这个详细的解释呢，是我们能够在唐朝人的记载中间找到。这个记载就是说，当时这个梁武帝萧衍要教他底下的这些王子们，这些王，让他们去练书法，他就命令一个大臣从这个王羲之的书法中间踏下来了1000个字。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1000个字它其实是不连贯的，是零散的1000个字。那如果说对于小孩来说的话，这是不太容易记得住的，所谓的杂碎无序。这怎么办呢？于是梁武帝萧衍就把周兴嗣招过来，让他呢根据这1000个字，然后怎么排一个顺序，让他能够便于小孩子学习，为了便于记忆。然后周兴嗣呢就根据这个已经踏下来的这些字，根据一定的韵律，然后根据一定的意思把它排下来，中间就有了一定的含义。如果说这些字不去排序的话，它就杂乱的，它几乎没有特别明确的含义。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个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等等等等。这里边当然也会有一些特别神乎其神的传说了，说这个周兴嗣由于太辛苦，一夜白头，这可能是排的比较辛苦吧，这个中间确实是比较费心。另外我就想说一个题外话，经常我们听到的一个俗语叫天字第一号，有的时候说谁谁谁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什么的，然后就会有人很好奇的问，这个天字第一号到底从哪儿来？其实这个天字第一号就从这个千字文来，第一个字嘛，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过去呢，因为这是一个蒙学的书，所以小朋友很早就开始读这个，所以知道的人也就很多，这个顺序大家会背嘛，所以用来排序的话，天字第一号那当然就是排在第一个的。下一个大粉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遍寻王羲之的真迹，然后对于《兰亭集序》呢，他当然也是非常喜欢。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印刷术、没有摄影术的时候，要想让一个作品有很多很多备份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工来临来摹。所以唐太宗当时就命很多很多人来临摹这个《兰亭集序》。我们知道的当时的一些书法家，比如说虞世南啊、褚遂良啊，还有欧阳询啊，等等等等。好，我们现在再说一个临和摹。我们经常说到临摹临摹的时候，把两个字一起来说，临摹临摹。其实临和摹是两种不同的手法。临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字帖只是放在你旁边的，你是照着它写的。而摹呢，实际上是用一个比较薄的纸盖在这个原作上面，或者盖在字帖上面。可能有的朋友小的时候练书法，可能都经历过这个事儿。可能第一步是摹。在唐太宗那个时代呢，这些来复制这个《兰亭集序》的里边，其实是有两类的，有人是临，有人是摹。那么临的话，这个中间你就不由自主的是带有自己的特点的，而摹的话，它能够更多的保留原作的风采。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来看这个各个版本的《兰亭集序》，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中国北京的故宫里边还收藏着很多版本啊，就是有些书里边也有。你会发现可能最流行的那个版本，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版本被称为叫冯承素摹。当然这里是有争议的，就说到底是冯承素一个人做的还是一个团队做的，我们这里不去深究，反正一般习惯上就说是冯承素的摹本。那个摹本是被认为最接近原作的，因为是摹嘛，它的主要目的是保留这个原作的一些面貌。
你就看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说的那些哪怕改过的地方，它都忠实原貌。你就看那个斯文的文，它改的是多么的努力，多么的认真。还有包括那个后来改成的那个痛字，原来底下是有一个字的。临摹了这么多的《兰亭集序》，唐太宗用来干嘛呢？这些复制品，这些拷贝就分赐大臣。那么真迹去哪儿了呢？传说是真迹他带去陪葬到他的昭陵里边，这个呢我们至今不知道，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真迹了。正因为这个冯承素的这个摹本，有的地方也把它称为这个神龙本，因为这中间有一个唐中宗李显的这个神龙的小印，也称它为神龙本。这个版本呢，被认为是下真迹一等，因为它保留原貌，保留的比较好，所以它叫下真迹一等。我记得这个陆游曾经写过一首诗，就叫《拔冯氏兰亭》。这个地方冯氏就是冯承素啊，冯承素的这个摹本。他说：“残纸藏昭陵，千载不复现。此本得其古，书胜兰亭面。”就是我们看不见这个真迹了嘛。这个版本呢，此本得其古，他把他的风貌风骨是保留的比较好的。我们也就勉强凑合的看一下吧，感觉一下当时的这个原作的这种风貌。这个地方的残纸是因为过去传说这个王羲之最初的那个原版是用的这个残简纸鼠须笔来写的，所以这个地方残纸指的是他的那个原作。这里的昭陵就是唐太宗的陵墓，叫昭陵。唐太宗如此的喜欢这个《兰亭集序》，找人临摹，然后还要拿它去陪葬，这些好像还不足以表达他对这个王羲之的欣赏。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我们来看，就是说中国修史呢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后面的朝代去修前面那个朝代的史书，因为当朝不修当朝的史书。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修过很多很多的史书，其中修过一部禁书。这个禁书是，当然读起来听着像这个禁止的禁啊，这个禁呢是晋朝，王羲之呢是东晋人，当然就收到了这个禁书里头。在王羲之的传记里边呢，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王羲之的传当时是跟另外一个人的传放在一起，但是以他的传为主嘛，这就进入列传。在这个文章的末尾，突然出现了一个制约，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也是中国写历史的时候的一个传统。比如说，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发现他会在末尾写《太史公约》。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编史书的人，他对这个历史人物、对这个传主他的这个评价，《太史公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汉书》里边呢也会说赞曰，晋书里边呢很有意思，它会后边会有的地方写的是使臣曰，或者是赞曰，但是在王羲之传的王羲之和另外一个人的传啊，王羲之的传的末尾写的是制曰，制度的制。这个制曰就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皇上亲自写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的去写了这个王羲之传的最后的这一段的评论。这里边呢，就是会把这个他对书法的认知啊，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呀，还有一部分表达了他对这个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我们过去所说的大王小王，这个小王的这个书法的不以为然。这个挺有意思，我们到时候讲到具体的内容的时候，可以到时候再聊。在王羲之这个传记的评论里边呢，这个唐太宗就说了，说评价王羲之是详察古今，研经传溯，尽善尽美，岂为王逸少乎？尽善尽美，看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尽善尽美。王逸少呢，就是王羲之，王羲之字逸少。在禁书里边，唐太宗亲自给写了传记的评论的有4个人，一个是司马懿，
一个是武帝司马炎。司马懿当然没有正式称皇帝，但是是被他的后代追封为宣帝的。文人呢有2个，一个是王羲之，一个是陆机。陆机的故事以后我们找一个机会讲一讲，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这个鹤唳华亭，这个典故就是从陆机来的。下一个大粉丝就是乾隆了。乾隆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我们今天知道的三希堂，这个就是紫禁城里边原来养心殿的一个西暖阁，原来是他的书房。后来因为内府里边收藏了3个非常有名的帖，乾隆就把这里就改名为三希堂。其中有一幅帖就是来自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乾隆呢是非常非常喜欢在自己的这个藏品上面去盖章啊，去随时题写自己的一些感想。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大家可以开始翻，这上面有他好多好多的那个自己贴上去的一些想法，当然没有贴到原帖上面啊，是标在别的地方。其中有一处写了一个大大的神字，很有意思。不光收藏王羲之的作品了，乾隆其实是临过王羲之的字的，也临过《兰亭集序》。他临的这一幅《兰亭集序》呢，现在收藏在这个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在临的这一幅字的末尾，他还写上了“乾隆戊寅上巳日，临于三希堂御笔”。乾隆戊寅是1758年。光收藏光临好像还不足以体现他的大手笔。在乾隆44年的时候呢，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儿。他把他所看到的这个跟兰亭相关的8种墨迹，真迹没有了，就是各种摹本了。这个里边有这个虞世南的呀、褚遂良的呀、冯承素的呀，再往后就是明朝的时候这个董其昌的呀，还包括他自己临的。这个都刻在石头柱子上，建了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呢，原来是在圆明园，后来就给移到了这个北京的中山公园。如果我们去看冯承素的那个版本的《兰亭集序》，我们可以在很早很早的他的那个题签上面能够看到兰亭8柱第3。这个指的就是当时这个乾隆的这个修的这个8个柱子上面的第3柱，就是放的这个冯承素的这个摹本。我们今天就聊了3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兰亭集序》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熟悉而陌生的经典，第二个呢就是它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第3个呢就聊了聊这个他的这些超级大粉丝们，我们主要是讲了好几个皇帝。其实这个更像是我们在解这个题，什么叫《兰亭集序》。在下边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会去讲它的这个第1句话，永和9年。